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美股刚刚开盘，我们看到美股是小幅高开之后迅速回落。那么本轮行情，我们已经看到了美股出现了一组悟空阴线、八阶阴线和沙僧阴线组。那么再往下走，下方就是唐僧阴线，最终呢有可能完成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目标位呢，就是在均线169均线32700点这个位置上。那么这轮行情我们同时看到了比特币出现了一个跟跌不跟涨的结构，那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比特币走出了一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分别由悟空阴线组、八阶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组构成。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容易出现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过程。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的反弹，分别由悟空阳线、八阶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构成。那么目前4小时级别反弹已经接近尾声。那4小时级别反弹完成之后，我们看到行情在这个位置上遇阻于$27,400附近。这个位置呢是由3月底行情当中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压力。那再往上走呢，我们同时看到了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了一个压力组。那这轮行情的反弹过程，我们看到上方压力重重，并且存在3重大山。同时呢，目前美股完全是一个下跌的趋势，因此呢，认为反弹行情不构成反转，反弹之后呢，行情会继续下探。同样呢，是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比特币在完成这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经历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过程，在后面的行情当中很容易将这轮下跌的趋势得以延续。那么如果这轮行情下跌趋势得以延续的话，在4月17日的这一周，我们已经观察到了一个悟空阴线。有了悟空阴线标志性的阴线之后，通过合并 K 线可以把当前所有的 K 线呢周线级别上所有的 K 线呢都认为是一组悟空阴线组。那么再往下走可能会出现八阶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么本轮行情最终的下跌过程，可能就是和上涨趋势相对称。那上涨趋势当中，我们看到了一组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下跌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一组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反弹目前在周线级别上是一个反弹趋势。那如果调整到周线级别的调整，它也改变不了目前的一个反弹和上涨的趋势，只是发生了与上涨对称时间级别的一个调整动作。所以呢，行情走到这个位置，在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是应该建立一定的现货仓位的。那这里的多单呢，可以做一个观察仓有了观察仓之后，你就会和行情建立一定的联系。建立联系之后，行情的任何波动你都会深切感受到，最终呢，你非常容易在底部位置找到合理的布局布局的位置有了这种布局的位置呢，在未来2年的牛市当中才能够抓住更大的趋势。那么我一直认为比特币4年一个牛熊的轮回。那么在行情当中，在当前调整的过程当中日线级别向周线级别调整的过程当中，要逐渐把自己现货或者低倍的多头仓位填满。那在以太坊的震荡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几乎同步了比特币，但略显得比比特币稍微强势。强势在哪儿呢？原因是这个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以太坊走出悟空阴线、八阶阴线组和沙僧阴线之后，并没有出现唐僧阴线，那行情依然是一个下跌趋势。我们正在等待以太坊的唐僧阴线出现。它和比特币不同的是以太坊没有走出唐僧阴线，但是比特币已经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走出唐僧阴线，因此呢，以太坊的下跌的速度是落后于比特币的。那么走完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我们认为$1600附近是存在一定的支撑的。这个位置的支撑呢，是前面1月份震荡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同时呢，也是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上构成了一个支撑位。在前面3月份的行情当中，我们就看到了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的支撑，让行情得到了一定的上涨，并且呢，它的一个上涨趋势几乎构成了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趋势。那么行情在下跌过程当中，在日线级别完成下跌西游之后，也就是说在$1600附近，以太坊是能够得到一定的支撑的。但是我认为最终呢，如果比特币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那么以太坊我认为也会同步比特币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以太坊在4月17日
周同步了比特币走出乌空阴线之后，那下方是有周线级别下跌细油的一个预期的，最终完成周线级别下跌细油的目标点位呢是在$1450附近，这个位置呢是周线级别箱体构成过程当中一个底边线的位置。这轮 PP 的调整过程，我们看到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是4小时级别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的区域上，我们说这个位置是容易发生反弹的，那最终的反弹幅度是接近90%。那么反弹之后呢，我们回到小时线级别，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级别要来回切换，切换时间级别呢能打开你另一个观察 K 线的维度本身呢，我们看 K 线是由价格和时间构成了一个二维平面，那你切换时间级别之后，就能够打开观察 K 线的第3维的一个结构那么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PP 反弹过程当中上方顶到了144均线和169均线上穿了一个169均线，但169均线呢构成了绿色线的这个169均线呢构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压力，所以呢在完成一轮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之后这里面出现了一个乌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完成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并且小日线抵到169均线附近我就说这个行情基本上算是结束了。那下一轮行情，我认为它仍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之后，可以看到目前对于 PP 来说走出了日线级别的乌空阴线、八节阴线组和沙僧阴线。目前沙僧阴线呢是类似我们行情当中的一个人生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沙僧阴线的这个位置上非常容易出现反复，反复之后呢，仍然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所以呢，我们耐心等待PP 走出唐僧阴线，最终呢完成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 PP 完成了1轮半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这里边有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走了一个乌空阳线和八节阳线，八节阳线走完之后，行情见顶之后呢，快速调整幅度呢几乎达到了惊人的76%接近80%。那么行情跌到76%之后，迅速反弹了90%，然后重新回落。那么目前对于 PP 来说，它的快速反弹已经完成，正在进行的是继续的下跌过程，最终呢是有可能完成它的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唐僧阴线的，所以呢给出的目标点位是0.508附近0.508附近。很多币种类似 UNI 这种都出现了一个逐渐见底的一个过程底部形成平台期之后跌落这个平台期之后这个区域都是一个寻找底部的过程，因为我们看到超级主力在这个位置上的筹码密集区几乎在$6附近，那么目前的价格已经跌落到$5附近，所以呢，对于 UNI 来说它是一个超级主力已经受到了亏损的一个状态，亏损之后它还要把筹码砸下去，然后呢在底部重新把筹码拾回，这样呢超级主力会通过快速下杀、底部横盘震荡的一个过程，重新把这个价格打压下去，把自己的成本打下来。那底部收回筹码之后，后面的行情当中它会通过洗索拉洗、抬涨套杀一系列的过程，把盘面重新做上来。因此呢，对于 UNI 这种不断接近底部位置的一个主流币，甚至是次主流币都是一个目前我们可以建仓的一个机会。同时呢，我们看到前期热门币种 CFX 这个是香港板块当中一个非常热门的币种曾经一度快速上涨，形成3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经历快速回调之后，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已经认为是对于 CFX 被错杀了，所以呢，目前为止它的反弹幅度非常巨大它的反弹幅度目前已经达到30%左右是超过比特币超过以太坊的。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认为对于 CFX 来说，它的日线级别144均线$0.2附近就构成了它的一个底部位置。如果跌破如果出现极端行情跌破0.2，就是一个可以抄底的一个区域。那么对于 CFX 来说，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周线级别上它走出了一个乌空阳线，走出八节阳线，目前呢仍然处在一个高位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因此呢，对于周线级别来说，我们认为后面的行情当中 CFX 的强势依旧存在的情况下，非常容易走出周线级别的唐僧阳线。因此呢，我们目前的追踪超级主力的热点在2个
区域上啊。第一个区域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UNNI 啊，跌破了一个平台期。第二个可以重点观察的币种啊，就像 CFXIN 勾这种啊，被行情错杀的，依然在一个大周期的上涨趋势当中。目前的调整呢，只是日线以下级别的调整的过程啊，所以呢，对于这些热门币种，资金非常关注的币种啊，包括这个前两天刚上币安的ERD 啊，也是非常好的币种啊。那么这些币种呢，都应该给予一定的关注。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感谢大家，再见。